多想一醒来，晨风就能抚平忧伤；多想一转身，目光就融化掉冰霜；多想一抬头看见你微笑的脸庞；多想你能够把喜怒哀乐对我讲；多想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多想一路上包容着温暖的体谅，多想一放下世界就还给你梦想，多想你知道爱就在我心底流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失望过后拥抱更多希望，夜的尽头叫做阳光，手中的幸福终将会绽放。会绽放。哎，行了行了，哎，有，怎么样啊？我泡了点茶，这比你二姨家的那个好吧？再换一杯，换一杯。就是这个柜子差点儿，那就换个电视柜，那就摆了。哎呦，完了，憋不住了。二强，你把中央那调出来啊！啊！懒人屎你要懂。哎，你今天晚上是第一次上夜班吧？我看天气预报说有雨，你走的时候把伞拿着，到时候我去接你。没事，我自己回来。你一个姑娘家走夜路，我不放心。现在有人送我。谁啊？哦，就是我以前的同学，然后现在我们分在一个厂了，他在机修车间。啊。他叫什么呀？叫王一丁。哎，就是那个给你修自行车那个男的。叫来我见见啊。啊？我说把这个王一丁叫过来，我见见。不用了吧？就这么定了。这个周日，你们俩本来就是老同学，现在他还这么照顾你，把人叫来家里吃个饭，不应该吗？可是咱家从来没请过谁的同学来家里吃饭，当对象叫来不就行了？别瞎说。去你家吃饭？我大哥说要好好感谢你一下。别，我又没做什么。就当是要好的同学去家里玩一下，你不愿意啊？没，我没不愿意，我就是好同学、好同事，普普通通上门吃饭，上门吃饭。回来了。那今天什么日子啊？又是鸡又是鱼嘞，啊？过来。还买了点心，是哪过生日啊？我们哪个过生日你不知道？哈，你老人家确实不知道。老子讲东，你讲西，老子让你打狗，你抓鸡，到底是哪个要来啊？我姐对象。啊？别瞎说。真的假的？我倒要看看，我看看是哪家的猪啊，是供我家的菠菜。哎，那个王一定同学啊，哎，
我家里那儿有个木架子坏了，你等会下来给修一下。好嘞。哎呦，你们家哪找的小工，好能干哦！哎，吴姨，人不是小工。这是我姐的男同事，好好好，下回啊，让你这个好同事也给我家也修修房顶，我要晒地震。你家屋顶也漏雨啊？啊！你找我给你修啊！妈，修之前的时候毛毛雨，妈修之后倾盆大雨，庐山瀑布。太闲了。好嘞，吴姨。谢谢啊。油毡子烂了，我去买一块。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不。用不用，我很快就回来了。我跑得快。这个男娃娃不错，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呢。那是人三立会看人。他在学校的时候是机修班的，手很灵巧，他们老师可喜欢他了。我们厂的厂长和车间的师傅也都喜欢他。他刚进厂没多久，就当上了团支部的生活委员。三丽啊，这几个孩子里啊，你是最让我生气的。干不是啊？跟你姐那性子怪又能干，不管谁娶了你啊，那肯定是赚了。我现在啊，我都觉得我有点亏。不亏也算，可做买卖。哎，我今天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顶给修好了。哎，三丽，我觉得他人挺好的，人也老实，也有手艺，你们俩好好处。但你记住了啊，一定要等到晚婚的年纪再结婚。哥，你说哪儿跟哪儿？我没处对象。你我是放心的啊。大哥，你这心眼都偏到胳肢窝里了。之前我谈恋爱的时候，你劈头盖脸给我一顿骂；现在我姐谈恋爱，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啊？你能跟你姐一样吗？你姐这又不是早恋。再说了，你那个倒三不着两的那个6级生男朋友，能和人王一丁比吗？你姐长了一双会看人的眼睛，比你有分寸多了。会看人的眼睛。要我说啊，这个一丁同志啊，身材也就一般，个儿也不是很高，腿也不是很长，但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他最大的问题啊，是他这个长相吧，确实有点对不起观众，广大的观众。又不演电影，哪个是观众啊？我们是观众，邻居是观众，走来走去，邻居不是要看的吗？哎，三丽，别理这个疯羊。你呀，你要知道，好看不能当饭吃，长得再好，要是一肚子花花肠子，有什么用啊？你怎么知道长得好看就一肚子花花肠子？没准儿，他就像费翔哥哥、小虎队他们那样，人长得好看，心灵也美呢。你呀，你就作吧，以后有你苦头吃。有话，那我到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比费翔哥哥还有小虎队他们更漂亮的人做我的爱人，是吧，二哥？吃点肉。一丁啊，别光吃米饭，啊，吃鱼。哎，我家的饭菜还可口啊啊！谢谢。一丁，你爸妈是干什么的？我妈没工作，我爸也是干机修的。你家住哪块啊？老家是哪里的？房子是厂里分的，我们家是老南京的。那跟我家差不多嘛。家里几口人啊？调查人家户口看去，没事吧？妈随便问问。没事吧？大伯，你刚才说什么？我说你家几口人啊？哦，我还有个弟弟。不好。来来来，一丁，杨小强，是不是还有汤？去盛一下。我去端。
你谁？你谁呀？你到我家来干什么？这是乔二强家吗？啊，我是乔二强大哥，你想干什么？太挺硬。那不是。二强，送医院。赶紧拿床出来！二狗，赶紧走出去！三丽、四美，你们回去吧，你们陪着吧。快回去吧，啊！慢点，慢点，哎。妈，什么东西啊？我有本事再来砸给我看看来！哎呦，不要气！还要砸电视机，来砸！好了，警察不都抓走了吗？来，快！你看给我砸成什么样子了？行。吃晚饭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啊，我出去送一下我儿子和孙子，就搞成这个样子。我哪里晓得？一家人，我吃饭本来开开心心的，不突然出了这么一档子烂事来。回去照顾他，你跟他说一下，这以后别打架了，受伤多难受啊，还丢人。哎，好，谢谢医生。啊，去。乔二强的家属，哎，我就是。去把住院手续办了吧，顺便把费用也交了。哎，好。秦大哥，这么晚辛苦你了。不辛苦，大夫怎么说？没事，死不了。我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哎，乔大哥，我去吧，交给我。哎。姐，二哥怎么样啊？刚刚一丁来过，说二哥已经醒了，大哥还在那儿陪着他呢。姐，听外面的人说，二哥搞腐化，是真的吗？别胡说，不是，你说他就算搞腐化，为什么要找一个老女人搞腐化？现在事情还没查清楚呢。二哥是不会搞腐化的，二哥是个老实头子。还有鸡汤，钱多了你啊？放盐了吗？放了。
7针还是8针？行了，那个闲言碎语先别听，家里事儿也先别想了，好好养伤，啊。一成，哎，二姨，你站这儿干嘛呢？刚那个医生找我说点事儿，你别站着，快进来吧。妈。哎呀，二爷，哎呦，哎呦，这二强，你这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给你伤成这样啊？啊！我听说你打架了，你跟人打架了？你可是个老实的孩子，谁会这么狠心呢？真是让人心疼啊！怎么伤成这样？阿姨，心疼死我了！哎，二姨，二姨吓死我了呢！哎呀，行了，出什么事儿了？谁这么狠心呢？不是二强师傅他们家那个男人来了我们家，哐哐一顿砸，你看都把他打成什么样了，而且还要打我哥，打完我哥还要砸电视，你说是不是啊，哥？你喝点鸡汤吧。你个莫死，拉拉扯扯。刚才你没必要对四美那么凶吧？对哦，齐为民，你现在管的可真够宽的啊！不是，你是咋知道二强在医院啊？我妈去菜场碰见了吴姨，把你们家昨晚的事都告诉我了。屌老太，专管9国翻骆驼，就没他不传的事儿。不是，人家也没恶意啊。哎，我们好歹是亲戚啊，这事儿没必要瞒吧？什么好事非得清空节制？我说你这事情已经这样了，先让二强先好上，再想解决办法。拿着，什么东西？我的一点心意。哼，得了吧。听说那个男的被拘留了。说来也冤，这被戴了绿帽子，还要被拘留，这换做我也得揍他。哎，你说那同案子找什么样整啊？非得找一个大10多岁的老女人，还拖家带口的，对不对？一成回来了。哎，吃了吗？吃了。你们俩怎么都回来了？那谁在那儿看着呢？二姨和表哥。二姨叫我回来买鱼，说是恢复伤口得喝黑鱼汤和山药汤，鸡汤太油了。他以为是坐月子呢，又是鱼又是山药的，不准买。哎，大哥，啊，又怎么了？堂屋的椅子全坏了，怎么办啊？要不要买啊？买什么买？那我们坐在哪儿啊？都别坐了，一个个给我挂墙上。姐，你别弄。啥呀？钱呗。咋不给大哥？表哥说了不能给大哥，让我交给你。再说了，谁敢给他？你看他那脸色，吓死人。抬手。我先走了啊，我先送我妈回家，回头去你们家看一眼。不劳你们大驾了。你有病吧你？你在这守着，3林4美2个小姑娘在家，你们家老头子一天到晚不着家，你不怕他们害怕啊？行，你是全家的好大哥，你去吧，啊，去吧。懒得理你。还在这儿聊着呢，心真大。你没听说吗？咱们厂要走1半的人，这公告就贴出来了，让你看看去吧。啊？都有谁啊？没有了。
老邱，哎，有你有你啊，有你，看放哪儿呢？哪里啊？超多，还有你呢，有你，看，还有你，哎呀，宋军还有你。这个好啊，出现一定你自己打的。啊，自己打的结实点。改天我再上个漆，暴晒一下就好。哎，饭都好了，你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啊，不了，大哥给二哥办出院手续呢，我过去看一眼去。哎，那等你们回来，我给你们下馄饨。啊，好。这出钱一丁人是真好，就是长得再帅一点点就更好了。你每天就是这套，快帮我去端菜。饭好了吗，大？好了。好了，弄饭吃饭。吃完了我还有事。爸，你今天还要出去啊？今天二哥出院。出院怎么了？这是什么光彩事啊？是衣锦还乡了还是中了状元呢？我还要在家候着啊，等他康复归来，给他接风洗尘啊。吃饭。这个椅子不错啊，啊？王一丁自己打的。看看，看看人家生的儿子，再看看我的儿子。爸，你去哪儿？给我吧。一丁，你先回去吧。你们不回去吗？我跟他还有一些事儿，晚点回去。你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回去。那我回去了。我辛辛苦苦的像老黄牛似的给厂子里干了一辈子，正八经的工人阶级，说开就把我开了，凭什么？我犯了哪条厂规了？那不叫开，那叫停薪留职。你的人还是咱们厂里的嘛，对吧？咱们是一家人，那工厂就是个大家庭嘛。你当我是傻子还是文盲啊？啊，那个薪就是工资，工资都没得了，我还是厂子里的人呢，把我的饭碗都给我砸了，还把我当家里人。我是厂子的爹呀，还是二舅啊？你们哪个供养我啊？不带这样欺负老同志的。老乔啊，停薪留职不是我定的，也不是厂子定的，那是咱们国家的政策，那是咱们国家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客观事实。这个其历史根源在……行，你这一套啊，留着做报告的时候讲吧，啊，到时候还能有人给你鼓鼓掌，啊，你不要在我这里打官腔。你信不信我今天我这条老命交代在你家里？厂子要没有了，啊，我也要没有活干了，啊，也要没有饭吃了。啊，这样，我这个曾经的领导陪着你一块儿走。你要是觉得我一个人陪着你不够的话，我还有个老伴儿，对吧？
还有个女儿，那我们一家子人陪着你，怎么样？哎呀，快歇歇吧。那房梁能经得住2个人的分量吗？啊，上什么吊呀？吓唬谁呢？来，吃个苹果。吃个苹果。到底怎么回事儿？啊！我问你这么半天，你就给我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是吧？乔二强，我跟你讲，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讲清楚，以后别喊我这个大哥了。师傅他待我好，他心好。行，我知道了。他待你好，你也喜欢他。行了，这就够了啊！以后咱就把他忘了，吃一堑长一智，咱重新开始。不，大哥，还你什么你啊？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过一时糊涂，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思想，没关系，这过去就过去了。我不想让他就这么过去了。我要跟马素琴在一起。你迟早都断了这副心思，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乔一说你不准这么说他，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你咋的？想跟我动手是吧？啊，来打我，来，打我，来打。行啊，啊，乔二强，你仔仔细细的给我听好了，你要么趁早给我断了这个念想，要么就再也别进这个家门了。乔家从此以后没你这号人，你带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出去，跟你的师傅过去吧。不，大哥，我爱他。我们不是乱来的，是爱情。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以后到底打算怎么办？你给我个谱，说话。我要去找他。你再给我说一遍。我要去找马素琴。这么晚了，干么事啊？在等大哥和二哥，他们还没回来。个个都不让我省心，什么忙都帮不上，光会添乱，不生不养了。姐，你说咱大哥怎么还没带着二哥回来啊？再等等吧。一丁，我大哥怎么跟你说的？大哥说，让我先回来陪着你们俩。他跟二哥有点事。他没说是什么事儿？没知道。姐，你说我们会大哥把二哥杀了？不是，你看他那脸色，他这么要面子的人。大哥不是要面子，大哥是有尊严的人。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大哥这么可怕吗？大哥，你终于回来了。二哥呢？我跟你说上了吧。哎呀，你别说了。
二强，大褂楼师傅，你说这事儿闹的，哎，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我不晓得，也不知道是哪个，知道你跟你师傅去滑冰，还说亲眼看见，然后将之前的事儿添油加醋的写了一封匿名信，寄到你师傅他男人手。大褂楼师傅，你知道我师傅在哪吗？我求你告诉我，我师傅到底在哪？你住院的那段日子，你师傅跟他男人提离婚，被打的住院住了好几天，后来他就辞职了。我听说他跟他男人回东北老家了。二强啊，你听我的，把这件事忘了，再重新找个工作，好好过日子吧。我给他找工作容易啊，就这么给丢了。要不是听你们吴一讲，我还一直以为他在厂子里反省呢。吃，你就知道吃，跟你二哥一样。我让你捡的，放下。早晚得让你们气死！吃。老子刚才讲话没人听见啊！差不多行了。你干嘛事？你敢对老子这样？我有什么不敢？没错，是你给二强找的工作。但你当爹的关心自己的子女不应该吗？我们小时候吃不饱饭的时候，你管过吗？我们被人欺负，你管过吗？上学的时候，你问过一次作业吗？你关心过一次成绩吗？三弟上大夜班，你接送过他吗？思美去北京，你着过急吗？二强这次住院，你去看过他吗？你少在这儿给我摆老子的架子！二强是该打，是该骂，但是我比你更有资格打他骂他。吃饭。乔一晨，以后啊，你是爹啊，我是你儿子。我没见过这么大儿子。没事，吃饭。我再去给你盛一碗。二强呢？够了，你出去了。那要不等等他再吃饭吧？哎呀，不等了，哪个小的他又跑到哪块儿去了？这孩子真的是不让人省心。小的时候看着除了有点倒三不着两的，还算老实，这没想到大了，竟然闹出这么大的事故，真的是，把一家人的脸都给丢尽了。跟什么人闹脸不好，跟个比他大10几岁的老女人，还被人打了个半死，亏了。小雅，别乱说。行了，不提他，来，咱们开饭，大家举起酒杯，庆祝我们家维民考取研究生。恭喜大哥啊，大哥，我以后靠你了啊！来，我们家维民就是有出息，说考就考上了。来吃吧，让乔祖望那250看看谁才是状元料子，文曲星下凡哦。
你看他们家老大考上研究生那会儿，在我面前轻狂的呀，哎呀，都不晓得自己几斤几两。我哥考的大学比他家老大的可有名气的多了。哎，可别这么说，一成的学校也很好，他专业水平也是一流的。我听星宇说，一成是他爸爸最得意的学生。星宇是哪个？星宇姐姐是常老师家的，是我阿哥的朋友。小七，徐明。哟，一成。哎，二姨。哎，你过来坐呀。啊，不用。我们正在给维民庆祝他考上研究生了，南大的研究生啊。你过来一起坐下来吃吧。啊，不用了，二姨，我找维民有点事儿。全民，有话跟你说。妈，我先出去一下。这一惊一乍的跟那作妖，乔家人随他吧。齐民，你帮乔小强躲着我，你什么意思？你先别着急，二强确实在我这儿，我本来想联系你来着，但我看他状态不是很好。我没本事管好自己的亲弟弟，你有本事。你这个状态，我怎么跟你沟通啊？我不是下水道，用不着通。乔小强在哪？是不是又跟思美一样？哎，全民，你是不是钱多烧得慌？你让他去东北找那个老女人了？我见你的鬼，你才烧得慌！我看你烧得连人话都不会说了。二强他是成年人，你得理解他，好好跟他谈。你这样子我也躲着你啊！别动我！成。我跟二强聊过了，他不是个糊涂孩子，心眼儿也不脏，而且我觉得，他和他师傅没做任何坏事。徐民，你知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错？这事有多严重，你心里没数吗？他不仅赔上我们一家人的脸面，还要被别人戳一辈子的脊梁骨。你怎么就知道面子？我就知道面子。他不是你亲弟弟，你吃的灯草灰，说的轻巧话。他是不是我亲弟？他要是我亲弟，他要是你亲弟，你就会对他像七星那样，处处为他着想，是吧？乔一成，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我告诉你，你把这话收回去。我就不收，怎么地嘛？我现在就去找那个不要脸的东西。我找不回来，我还跟你要人。乔一成，二强没去东北。师傅，二强，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二哥，你回来啦？你回来啦？没吃饭吧？哥，二哥，你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腿在他自己身上长着，想去哪儿去哪儿。孩子们，明天你就去街道的装订厂报道，去了好好干，别嫌单位小。他们接了很多出版社还有杂志社的装订业务，效益很好，而且那书也多。你公休的时候多看书，你学习本来就不好，看看书挺好的。女孩子多看点书只有好，听见没？听见了。
你们这一个个嘴上答应的好，阳奉阴违，拿我的话全当耳旁风。我再给你打次预防针啊，是你让我帮你找的工作，你少给我作怪，别在外面丢人。要是再丢人现眼，就别回这个家，也别说自己姓乔。干什么了就教训我，阴了阳了的，还八卦太紧。哼。天上飞过几只无名的鸟，地上的人心比天高，栉风沐雨也要向前奔跑，手舞足蹈，扬着嘴角走着瞧，年轻气盛的心谁也料不到，不服的眼里有野火在烧，烈日上的野鸟赤着双脚，哭也哼着歌谣，那么骄傲，不愿辜负花哨，就算渺小也要蹦得高。夜路有人嘲笑，吹着口哨也像空中的野鸟，那么桀骜。